启奏陛下，臣此次入京还有一事，如若此事未了，臣难以遵旨离京，还望陛下成全。皇叔还有何事？皇嫂，此次旱灾，全因灾星落入汉宫，身为刘家长辈，不能不竭力为皇族消灾解困，以保万民，延国祚。淮南王竟提这种虚妄之言，凶吉之说，乃人心不定、自找未济的说辞。以淮南王的德望，何以与无知小民同论？既然人心不定，何不稍施举措，以稳民心？恳请陛下请于礼，设坛求雨。于祭之礼早已有之，设坛祭祀以安民心，亦无可厚非。谢皇太后。不过，在行于礼之前后，恳请皇后暂时离宫，以应天命。皇后乃后宫之首，岂能贸然离宫？别以为皇太后与朕念及骨肉之亲，不忍失责，你就僭越狂妄。淮南王3番4次犯上，其罪难容。回陛下，臣夜观天象，竟见天现新星，旱灾亦随之出现，使知道今后登位，实为旱拔灾星及汉室之事，祸及苍生。皇叔言下之意，我就是那旱拔灾星。荒谬！天上繁星浩瀚，残星陨落，新星显现，这些都是自然现象。皇后仁德贤淑，百姓皆知。淮南王这番污蔑之词，实属妖言惑众。皇叔真当慎言，皇后又怎会是灾星呢？臣所说皆得天神太医托梦透露玄机，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大胆！枯井求水，非常人所能。淮南王未必全是空谈妄语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陛下不妨让淮南王一试，便知真假。臣求陛下为百姓苍生，让臣一试。我虽初见皇叔，却早有闻淮南王德高望重，但刚才所言实有荒诞之处。如果子夫是妖孽旱拔，以陛下英明，皇太后慧眼，怎会丝毫不察？皇后言行向来端正，处事仁厚。淮南王这妖孽灾星之说，只怕是无稽之言。圣主在先，皇母在后，乃我大汉龙脉所在。皇母若有任何灾殃，必定会惊动龙脉，国事不宁。皇后既然感念苍生，仁德有道，倘若稍一欲步离宫，就能助百姓解困，敢问皇后为何不肯呐？正因我身为皇后，一举一动皆为天下一范，更不能导黎民迷信。离宫不难，难在此去会误导苍生或与鬼神之说，则再难正视听。皇后所言，正是朕意。但是敬天祭祖，乃合乎人心世道，亦让百姓能心有所依。帝后夫妻情深，臣亲睹。但如若因这夫妻之情，怕皇后芳名有损，而轻百姓所急，则恐有负社稷呀。祭礼或有安民心之效，却无呼风唤雨之能。赦与不赦，与民生社稷无关。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，倘若求雨无效，任陛下发落。皇叔已经许下了如此重誓，倘若皇后还不肯出宫的话，恐怕灾星之说不言自证。陛下，倘若再犹豫的话，
臣愿长跪不起。皇叔不用跪，我愿出宫，助你求雨。既然淮南王一心为民，以性命做担保，子夫也不会藏身深宫，而无视苍生所求。我愿压下自身的名声。巧巧，皇子就由你来照顾，每日的膳食都要按时定量，早晚天凉，要记得替他添衣加被。诺。还要留意3位公主的功课，女工也不能怠慢。时宜这几日好像有点咳嗽，可用些药膳，如果不见好转，就照御医看看。诺。皇后既然如此牵挂皇子公主，又为何答应出宫？陛下圣安。免礼。都退下吧。诺。若不是因为你开口答应，朕绝不会任由刘安肆意妄为。陛下，臣妾若坚持留宫，一旦旱情持续，不就真成灾星了吗？若臣妾离宫，淮南王祭天，但天不下雨，其虚言妄语，不攻自破，反让百姓看清真相，免受迷惑。但若他真能呼风唤雨呢？陛下，因为他以性命担保而动摇了，是吗？此人如此坚决，似乎真有些把握。若真如此，万民得救，臣妾就算担了这灾星之名又何妨？始终百姓为重。不论如何，你只要记住，朕是你的天，一定会守护你。臣妾正是深信有陛下的佑护，所以从不曾忧心。此次出宫，臣妾只当是故地重游，看看昔日生活的平阳侯府，也好与从前的姐妹们叙叙旧情。今日言语间，朕觉得姐姐好像话中有话，莫非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？平阳公主素来聪明过人，又善解人意，就算有什么事，臣妾此番前去，正好姑嫂一聚，好好化解。子夫蕙质兰心，在外在内，都能替朕分忧。朕只盼此次，你能化解淮南王的妖惑之言，又能与姐姐重修旧好，一切如愿。参见皇后。参见皇后。姐姐，快快请起。你们都平身吧。谢皇后。皇后位尊，这一声姐姐，我受不起，还是请皇后直呼我的名号比较合适。凤驾亲临，我刚才为皇后收拾打点，所以有失远迎，请皇后恕罪。姐姐哪里的话，我这次出宫，指望能故地重游，重拾昔日情怀，更欲与姐姐围炉夜话。皇后笑话了，我哪有这等福气？况且我这小小的平阳侯府，也不配皇后一驾。若不是淮南王什么灾星之说，皇后焉会屈尊光临呢？平阳公主言重了，皇后出身平阳府，怎会有屈尊之感？敢问公主，皇后的住处安排在哪里？臣好领人打点。常总管。诺，段大人这边请。你们也下去，要备酒菜的，备歌舞的，你们各自好好办。诺。
还记得韩嫣当日世事凌人，在此逞凶伤了卫青，还要带走我们姐弟。若不是姐姐及时相护，以先祖太上皇这屏风挡驾，斥退韩嫣，子夫焉得今日尊荣？多年前的小事，已经不值一提，皇后也无需去记着。姐姐种种相护之情，子夫点滴不忘。当日公主何等气势，面对权臣，三言两语把她赶退，那种威仪，令人钦佩。可惜就是眼力不足，未能观人于微，枉费皇后吹捧。姐姐所言，子夫不解。妹妹只记得，当日在园中树下，誓言铭记，撒种之人，是吗？当日皇后没想过会一招斩斥，所以才会顺口虚应吧。但如今贵为皇后，什么撒种之意、救命之恩、相互之情，只要与自己名位一比，都不重要了吧？若有人顾念一点昔日情谊，我今日也不会在这平阳侯府了。姐姐对我一定有所误会，我们正好借此良机，好好详谈，以解心中之结。不必了，我准备马上启程，前往平阳县照顾香儿，所以恕不能相陪。今日时辰已晚，不如明日再动身。所谓思子心切，相信皇后最能够明白。如果皇后觉得我这平阳侯府冷清无趣，倒可以接你昔日的好姐妹。如今的好弟媳沈家前来相陪，姐妹作伴。姐姐，思和，跟我进去收拾，备马上路。诺。就如这棵桃树一样，我只是播下了种子，能不能够开花结果，就靠你自己了。子夫明白。你们要记住，等开花结果的时候，不要忘了当初播种之人才好。公主这么多年对我们姐弟呵护有加，我们姐弟定会铭记在心。皇后是为了公主的疏远而难受啊。卫青为情而娶，看来公主未能参透，知道他是为了姐弟之情，因此迁怒于你。弟弟为情而娶，看来此事段大哥比我还要清楚。只因卫青一次酒后吐话，我才略知一二。如今卫青另娶，公主扶持皇后引荐边将，图谋国事的谣言已不攻而破。卫青可说是求人而得人，可惜难为了他自己，也苦了公主。皇后既知公主之苦，就别介怀公主的敌意。相信假以时日，她自能理解。我又怎会因此介怀？我只是自愧无力帮他们。情爱之事，只有当事之人才能深知各种苦乐，才能做主自助。你又如何能帮？但愿他们当断则断，一切从头开始。段大哥，你看，织女星、牵牛星、天金星，3颗星正相互映照。传说中，牛郎织女本被银河阻隔，得喜鹊画桥才得以相会。这鹊桥正是织女星旁的天金星。可是如今，我总觉得启笔织女3星鼎立。启笔织女3星鼎立，但愿众星都能匹配成对，从纠缠中释然解脱。这话是段大叔教我们观星时说过的话。
段大哥，是不是我的一句三星鼎立，勾起你的思妇之情？怎能不思念？多年不见，生死不知。皇上一直在派人寻找，相信你的孝义一定会感动上天，你们父子必定会有重逢之日。我也盼望上天赐我再孝敬父亲的机会。段大哥，他日重逢，你觉得段大叔会先问你什么？该是先问我母亲，然后就该问我是否已经成家。大哥，他日重逢，段大叔若看到你成家，再有孙儿在怀，一定会倍感欣慰。为了让段大叔开心，大哥要加把劲儿了。妹妹放心，我会尽力的。不过现在我心中所想是尽快解决灾星成旱之说，还你名声，不能让那些利用天灾有所图谋之辈得逞。而我更望天降甘霖，解百姓之苦。妹妹心念百姓，天必不负。苍天见怜，太乙先师垂悯。淮南王刘安设坛求雨，求山林川泽之神赐降甘霖，救我大汉子民。什么大汉子民，真把自己当皇上？皇上恩准设坛，一字不提。上苍怜悯，祈求死妇安然度过此关。掘地道，注水入枯井。天旱成灾，只要你在长安城南近郊找一个荒废的枯井，预先挖掘地道连接，待我入京做法之时，你就命人按从地道注水入井。那淮南王的神通，当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受万民敬仰，德盖圣君。只要人心归附于我，他日起兵入主汉宫，你的娇儿可就自由了。只要我的娇儿可以脱离那个牢笼，妹妹愿倾尽所有，为皇兄效劳。你在长安财力大，人脉广，届时多找些人为我摇旗呐喊，掌握声势。好。太乙垂怜，赐降甘霖，润泽万民。赐降甘霖，润泽万民。苍天见怜，驱除汉霸，解民苦困。驱除汉霸，蚂蚁出穴，昆虫窜逃，风向不定，皆与天征兆。大禹本要来，可用淮南王在此虚张声势，又或是淮南王想假装做法求雨，自比神仙，欺骗百姓。足下是关内侯卫将军，在下正是。你就是皇后的弟弟，是又如何？皇后与卫将军同气连枝，同样沾染汉霸灾星戾气，如今登坛，只怕有碍于继。让求雨功亏一篑，请速速下坛，以免亵渎神明。放肆！淮南王先污蔑皇后，再让为大汉子民保家卫国的守土大将受此侮辱，将朕视作无知小儿，任由你摆布吗？你到底居心何在？陛
下明鉴，臣此番求雨，全为百姓民生。皇后既接纳太医启示，愿意成全求雨而离宫，在这个关键一刻，求陛下顾念大汉黎民百姓的福祉，命沾染戾气之人离开，许余礼继续。祈天神降雨，臣为天下苍生恳求陛下。皇兄，你不是说在城郊演一场枯井生水，等阳明之后便回淮南，准备筹谋大事？如今设坛行于礼，若横生枝节，岂不碍事？蚂蚁搬家，乌鸦唱晚，必有风雨。我甫入长安，就见此征兆，此乃天助我也，岂能不好好利用？有皇后当汉魃，再有昏君纵容，我这仙道神人才能在这正邪神魔之争中尽得民心呐！恳求陛下抚恤百姓之苦，福祉归于黎民。黎民福祉不只源于一场雨礼，淮南王鼓动百姓，故弄玄虚，不论世事，是否有贪图个人名声之嫌？还请陛下明鉴。除百姓外，臣心无别志，恳求陛下别因为夫妻之情阻挠求雨。何须求雨？只怕苍天早已开恩，甘霖将至。站住！朕倒想听听小民心声，让他上坛。谢陛下。他疯了，他疯了！这求雨圣坛怎能任人践踏？触怒天神，亦可知足爱求雨，祸及苍生百姓，罪大当诛。小民一介小小厨工，不也正是淮南王口中要保护的百姓吗？以淮南王之仁德，怎会因小民想发问几句就轻言诛杀呀？说得好，朕准你问。谢陛下。小民敬仰淮南王饱读经书，不知道淮南王可曾听闻《干石心经》中说，天上星宿自有引力，影响地上河川流动，可导致暴雨干旱，这都是自然现象，与神力无关。星宿是影响气候，但宫中人事变动却会影响星宿转移。哦，小民手中还有另外一本书，写道：设提格之岁，岁早水晚旱；执徐之岁，岁早旱晚水。小鸡，大荒落之岁，岁有小冰；敦赃之岁，岁大旱。敢问淮南王可知此文出处啊？这正是淮南王所作《淮南子》中的《天文训》。依淮南王自己书中所言，水旱之变年岁之间皆有循环定数，与灾星吉神无关。但如今淮南王一直说什么皇后旱魃附体，一时迷信鬼神，一时天文有据，岂不是自相矛盾呢？世事万物皆有变数，这次旱灾非按循环规律。自皇后离宫后，种种下雨迹象频频出现，足见皇后与旱灾有关，足以证明皇后不在，风雨便来。皇后驾到！陛下圣安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皇后既已在此，看皇后登坛，是否如淮南王所言，天不降雨？请皇后为百姓，为社稷尽快离开祭坛。我已请得天神，即将降雨，
若皇后出现，激怒了天神而甘霖断绝，岂不是害苦了百姓？皇后于心何忍？是啊，快走，请走吧，快走吧，请走吧。若我离去能换风雨，我绝不久留；即使以我性命能换甘露救万民，我也绝不苟活。但风霜雨露非一个计里能变，我乃皇室中人，也绝不容许有人妖言迷惑众生。天要降雨，非我一人能阻；天不降雨，也非你淮南王一人能变。今日你我就在此，以天作证，看看孰是孰非。愿上苍保佑我大汉子民，不惑于神鬼。我愿在此雨中同忧同欢，一同恭候甘霖，牧我百姓。皇后持伞，祈求上苍，天降甘霖，佑我万民。哀请皇后速速下坛，让我再求太医。皇后持伞，祈求上苍，天降甘霖，佑我万民啊！你快走吧，别在这儿了。你们闭嘴，皇后在求雨呢。走吧。无论苍天降雨与否，朕都是你的天，朕会护着你。帝后同心，善行佑民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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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帝后同心，善行佑民。苍天，请先别降雨，待皇后走了以后再降雨。抱抱我的娇儿啊，苍天！这雨下得及时，持续下去，灾情必得缓解，真是天佑汉室。最及时的，是姐姐赶在下雨前登坛，破了灾星之说。那淮南王也真是狡猾，一见到下雨，便即刻跪地谢天。就是啊，好像这雨是他求来的。他自说自话罢了，皇上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哎呀，喜娘，你当成了将军的外姑，果然不同啊，事情看得更通透了。怎么比得上你呀？忽然饱读诗书，天文地理样样都懂，就凭一条蚂蚁路就知道大雨要来，真是神机妙算呐！哎，你明明是在夸我呀，怎么语气听起来像是讽刺呢？夸得那么不甘心呢？这次啊，我们真是拜服易叔叔呢。如果不是易叔叔，刘安的计谋就得逞了。不但皇后会成为灾星，连皇上的名声亦会受损。如今姐姐能转危为安，
全仗易大叔了。哎，能转位为安，全是因为皇后心善，上天有眼。全仗易叔叔机智，以刘安之矛攻刘安之盾，用他写的天文训，让百姓看清事实，免于迷信。别再夸我了。其实呢，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功劳，怎会全仗他呢？卫青上坛拖延的刘安祭天是义功，还有段大人保驾护航，及时将皇后送到祭坛那里。还有皇上呢，英明决断。我禀报说要下雨了，皇上便即刻部署一切，使刘安一败涂地，痛快。还有我呢，你有什么可以邀功啊？我和佳儿一直呐喊助威，说皇后持伞天降甘霖，帝后同心，善行佑民，喊得声嘶力竭的，还拉着其他人一起喊呢。卫青，你说是不是应该记一功？好了，你们个个都有功，皇上一定会牢记的。皇后，百米来报，说皇上召见。陛下，皇后来了。陛下圣安。参见陛下。都平身吧。先前委屈你了。有陛下英明部署，和大家协力相助，不但臣妾保住了清明，连万民也不受迷惑，臣妾不觉得委屈。段宏、卫青，你二人的功劳，真要好好赏赐。臣不敢。陛下，此次最大的功劳，应该归于易叔叔。易寒确实立了大功，若非你及时发现重影异动，风云变化，恐怕皇后就担了污名，汉室尊严都难保了。小人不过一介草民，只是有些民间的小智慧，能够看出天降甘霖，也能够看出帝后同心。难得你不鞠躬，但原来民间小智慧，也有干石心经和淮南子天文训。你虽是一名厨子，但学识渊博，深不可测呀。回陛下，草民只是学以致用，并非深不可测。无需谦逊。满朝文武大臣，竟不及一个厨子。看来你也非厨子这么简单吧？朕欲赏高人，但越想越不明白，高人已在皇后身边多年，为何不趁机相助于朕？难道是朕愚昧，或是朕的仁德不足以让高人效力？陛下，小人只是区区的……不用辩白了。这世上只有两种人，不为皇帝所用：一是逃避刑责的犯人，二是包藏祸心的敌人。说，你到底是哪种人？多年来潜伏皇宫，居心何在？易寒，答话！你到底是逃刑犯人，还是朕的敌人？小人不是敌人，是罪人。罪人？小人自觉罪孽深重，没有颜面自报家门，更愧于效力皇庭。你有何罪？小人早年得与恩师传授医卜星象、天文地理知识，只怪小人年少气盛，自恃天资聪明，又得恩师眷顾，与师兄斗法险计，虽大胜师兄，却连累恩师受怨，被师兄害死。技不如人，就怨恨杀人，地方官员都不管的吗？罪人不敢欺君。师兄事后虽受诛，但毕竟恩师是因小人而死，所以小人从此起誓，以后隐姓埋名，与世无争，并以火烙之印明志，以切肤之痛，时刻提醒自己。陛下，臣妾愿担保易寒为人。臣妾儿时已与易叔叔相遇，得其不争不显、不露之慧。此后安身立命、待人处事，皆以此6字为依归。
不争、不显、不露，确是皇后言行态度。如此说来，皇后统领和乐后宫，懿涵也有提点之功了。小人不敢。皇后本性仁厚，何须小人提点？这只是皇后谦虚敬老之词而已。陛下，懿叔叔不只教臣妾处世之道，臣妾深知得蒙帝宠，也得助于懿叔叔。当年水灾后断粮，皇后小小年纪，却将仅有的蒸饼相赠，救小人一命，舍己遗德，叫人折服。多年后重遇，皇后谦厚如昔，而且更见贤惠。适逢陛下驾临侯府，小人见陛下神色有情意，所以你就以一立国府助我显身于陛下。国仆能助的是舍身为他人者，显其贤德于陛下。只因小人深感皇后之贤，若能在陛下身边，必是万民之福。当日我出宫，懿叔叔赠我挂饰，好让陛下发现我，留住我。陛下，懿涵不止帮皇后，也教导臣各种行军为将之道。臣远征西域，可以因地制宜而取胜，懿涵也是有功劳的。你方才说要与世无争，可为何要留在宫中多年？当年懿涵仅为平凉侯府的厨房管事，是公主为了帮姐姐才把她引荐入宫。留在宫中，绝非懿涵本意。陛下，皇后早年在宫中屡遇危难，相信懿涵是为守护皇后而留下。陛下，臣妾亦敢担保，懿叔叔这么多年照应臣妾，绝无邀功之心，更无争权显明之图。你们都不用说了，你自己说。一切皆只因小人与皇后有缘，愿为皇后分忧解困，以报当年救命之恩。本来皇后母仪天下，小人以为可以告老而去，却与皇后遭奸人所愿，背负恶名。小人只好为世登坛。陛下，懿涵虽隐瞒身世，但臣敢担保，他对陛下忠心。这次若非懿涵洞悉淮南王诡计，并及时登坛揭穿，皇后恐难洗不祥之名。这次懿涵洞察先机，确实功不可没。既然你熟知天文，朕就封你为太史令。谢陛下隆恩，但小人只求皇后免于奸人所陷，百姓远离迷信蒙蔽，能稍减小人为世之咎，戴罪之身实在愧受封赐。恳请陛下让小人继续做一名小厨，一赎罪孽。既然你不要功名，朕就赐你宅邸，让你安居乐俗。谢陛下圣恩，小人感激不尽。可是皇后、魏将军与段大人均待小人如同家人一般，居宅福地，又怎比得上与家人团聚？好，那朕就赐你宗籍。除了交房殿住处之外，再命卫青与段宏于府中为你辟室，让你自由进出居住。臣领旨。谢陛下宽仁体谅。再赐你千金。陛下，懿涵并非贪利之人。陛下恩赐，懿涵拜谢。小人并非贪图赏赐，只是天灾民困，小人欲以陛下赏赐救助孤苦，求陛下恩准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想不到你还有这份心，朕就赐你长者之号，再赐单骑安车，并按汉例赐你一盖，以示有功，让你驾在善之余，奉旨济世安民。懿涵待天下百姓，谢陛下圣恩。安民有功者，朕不会领赏；但祸民生乱者，
朕也不会轻易放过。启禀陛下，淮南王刘安带到。罪臣刘安向陛下请罪。请罪？擅离封地，迷惑百姓，诬陷皇后，动摇民心，你请的是哪一条啊？臣自负精通黄老之术，略识天文，梦中又得仙师嘱托，为救千万黎民，所以一时情急，闯下弥天大祸。如今一场大雨，犹如当头棒喝，臣自知罪重啊！你确实罪重，足以让你身首异处。陛下仁厚，淮南王虽然有罪，但毕竟是为黎民百姓啊！臣恳请陛下从轻发落。丞相之言，臣不敢苟同。若人人以救民为由，触犯法纪，那律法何用？淮南王既犯死罪，不依法论刑，何以正朝纲？陛下，罪臣修道着书，一心为民谋福祉，自立淮南，只身入京求雨，虽无不轨之心，但以报必死之志。所幸天赐甘霖，民生得保，陛下与皇后生育得彰，罪臣死而无憾，臣甘愿伏法。好，既然你认罪领死，朕成全你。来人，且慢。陛下，孟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臣虽一介武夫，也曾幼承庭训，知道即使出将入相，也要以民为先。淮南王虽未遵守社稷纲纪，冒犯天子皇后，却有恩于民，望陛下三思。段大人乱借圣贤之言护短，实属荒谬。民为贵，所以要以法保民安民。若违法不成，先例一开，他日更多无法无天之事，只会伤民害民，更甚。家父常言，人谁无过，法理之中也允许将功抵过。淮南王素来贤德，护民之功罄竹难书，足以抵一次鲁莽之罪。陛下，淮南王以性命作注，可见其为民之心呐。况且淮南王年岁已高，只身入京又劳碌病弱，故云老小不当行，请陛下赦免其罪。好一句老小不当行！淮南王刘安擅离封地，迷惑百姓，诬陷皇后，论罪当斩。乃念一心为民，赦其死罪，着令即日离京。谢陛下圣恩。孤念刘安年迈，不宜长途奔波，此班纠同帐，以示老者。特准在淮南安享晚年，无需再入朝觐见。谢陛下。大王，车马已准备妥当，大王可以启程。皇上口说无需觐见，实则是不准我再进京。寡人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登此城楼，还请段大人见谅，让寡人再多看几眼长安吧。大王真乃性情中人。段大人不畏天威，为我说情，才是性情中人。段大人仗义直言，请受寡人一拜。哎，大王请起，段宏不敢当。其实，段某为大王说情，非因大义，是为思念。段大人有何事请说。敢问大王身上的琥珀小兽，可有来历？段大人是指这个？这事物似曾相识，家父也曾有一个相似的吊饰。
是吗？难道寡人与令尊也有前缘？可惜寡人即将要走，无幸拜会令尊呐。段某早年因天灾逃难，与家父失散，段某也期盼着能再会老父。大王可曾记得好几年前，你曾救过一个男子？那人正是以此物相赠，以报救命之恩。那人与我年纪相若，如今想起来却与段大人同姓，是来自平阳县吗？正是平阳县，果是前缘呐。多年之后，此物归回他儿子。寡人来长安，原来冥冥之中是为你而来的。请问家父身在何处？当年这位兄弟身中剧毒，奄奄一息。幸亏大王试尽各种解药，又亲制豆腐食疗，为其解毒。曾听说淮南王孝义为母调制养生之食，没想到家父竟有幸异常，还因此得救。可惜呀，他康复之后留下此物便告别，如今不知所踪啊。我记得当年段兄弟说过，会定居淮南。哎，段大人，大王是家父的救命恩人，当受一拜。家父既在淮南，段某请求大王相助寻找，让父子团圆。快请起。段大人放心，寡人一定尽力替你寻父。淮南王恩情，段无没齿难忘。段大人孝义动天，只要有我留安一日，一定尽力遂你心愿。只怕寡人此次回去也是自身难保，到时有负所托。大王何出此言？天危难测，如今皇上才怨我。今日赐我铜杖，不许进京，难保他日赐我毒酒，不让我活命。到时候为向皇上表达忠贞，寡人也只有束手待毙。大王一心为民，却因此次闯京，被皇上误会了。大王虽无叛逆之心，但有兵将城池，也是护身之道。段大人何出此言呢？朝廷准备颁布推恩令，取消爵位封地由嫡长子继承之令，准许藩王分封城池土地于其他子孙。只怕推恩为名，削嫡弱藩为实。多亏段大人提点。段宏多言了。堂堂一个郎中令，据说还是皇上的宠臣。嘿，没想到居然是个蠢材。大王三言两语就让他信以为真了。这有何难？与他相遇是天赐良机。一个小挂饰竟与他父亲拥有的相同，我只是顺势编造与他父亲的关系。哼，骨肉亲情，凡人难断呐。更何况他与父亲失散多年，情之所至，当然属于防备。说什么他也会相信的。还是大王为恩人，连削藩之策都透露了。说他父亲在淮南，他以后自然会主动来亲近。他是郎中令，手握长安，守卫重权，能与此人相交，日后必有大用啊！大王英明。说什么济世为民，其实是包藏祸心。若是贤德，怎会你一提起那事物，就迫不及待的邀功拉拢？其实臣出身贫寒，家父怎会有这种珍惜之物？是他太过急于求成，也不细想便想与臣扯关系。看来刘安单骑进京设坛求雨，诬陷皇后，背后肯定有阴谋。
且非一朝一夕之事。将一切连起来，臣不禁觉得，当日冠夫与窦丞相所指，有人与田汾勾结谋反，说的就是淮南王。朕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才不得不放他走。只怕他以仁德之名，早已与不少朝臣藩王相通勾结，加上他的儿子兄弟还在淮南，不知坐拥了多少兵马粮草。如今旱灾刚缓，边患未除，卫青又快要出征，若藩王再作乱，情况堪忧。陛下这缓兵之计是不得不为。希望这次放他走，能以他作饵，牵出其他乱臣党羽，让朕静待良机，一举连根拔起。要不然陛下先前在殿上随便一条罪，都要他死千次万次。只辛苦你配合朕演这场戏，假扮与刘安交好，恐怕日后会给你惹来私通叛党的误解攻击。为国除害，为窦丞相与冠夫报仇，臣誓死不辞。哎呀，出去走一趟就是累，还要一包米一包米的拿给灾民。哎呀，太夫人若是嫌累呢，就该留在府里，无需出来干这等苦差嘛。还好没把你这身锦衣弄脏，不然的话我可赔不起啊。我女婿出征，我当然要出去做做善事，沾沾福气，保他平安嘛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你下次就该多出点力。哎呀，这玉镯不错，可以给灾民。哎，这是皇太后赐我的，不能变卖转送，否则不敬之罪，我可担当不起啊。那这耳环，这是佳儿送我的。这发簪呢？灾民要发簪做什么？又不能当米粮吃。哎呀，你这件也舍不得，那件也舍不得，你怎么行善啊？有福气怕你也沾不上啊！哎，方才那些村民还一直说谢谢太夫人，太夫人万福。是，太夫人平常不做善事，如今一做善事就有喜了。呸！我哪有什么喜啊？别以为你是皇上封的长者就可以胡乱说话。哎呀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说你的女儿佳儿有喜了。我女儿有喜，谁都看得出来。她肚子都那么大了，还需要你说吗？那你又知不知道她这胎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这个你也会算，是男还是女？快告诉我。是男还是女？都是喜，有这么重要吗？你是存心戏弄我，是你先开的头。你说是男还是女？不然跟你没完。说。生了，太夫人，太夫人进宫看皇后时，在宫里生了。是男还是女？是男孩，母子平安。哎呀，这是苍天必应，果然积善之家必有大喜。好。哎呀！公主，这玉璧若有不满意的地方，小的一定会尽快修改好，按时让公主带回长安。不用，只要再擦拭的光亮明净一点就好了。诺。魏将军班师回朝了，汉军又打胜仗了！太好了，这是天大的好消息。是啊，魏将军骁勇善战，他回长安途中，沿途一定全都是为他高兴欢呼的百姓。我大汉又打了一次大胜仗，实在可喜可贺。今晚侯王百官庆功大宴前，朕想先与家人唱句。卫青，臣在。边疆隐患暂除，属你功劳最大。你姐姐和夫人都以你为荣，朕就在他们面前封你为长平侯。谢陛下圣恩，臣必当竭力尽忠，报效陛下。好。魏将军真是双喜，孩子也刚出生，取了名字吗？回皇太后还未取名。
这是卫青的第一个孩子，就由朕亲自替他取个好名吧。谢陛下圣恩。你看，抗字可好？志抗直，好勇正直。谢陛下祝福这个孩子。还取抗的相配之意，寓意他的父母伉俪情深。抗字两个意思都好，孩子就叫魏抗，你们没有异议吧？魏抗很好，谢陛下赐名。谢陛下恩典。启禀陛下，汝阴侯求见。传。诺。汝阴侯夏侯颇，参见陛下。免礼，国宴时辰未到。汝阴侯，好早啊！臣因知陛下有家具，特意提前到来，为拜见皇太后与陛下诸位亲人。听闻魏将军骁勇善战，又一次为国取胜，臣在此贺魏将军凯旋归来。陛下，汝阴地虽小，但臣仍望为社稷出力，愿将此年封地的收入献给汉军，做粮饷之用。封地收入本用作侯爵俸禄，如今你在纳贡之外进献俸禄，真是难得。他日汉军在劫，朕必论你一功。夏侯颇不为功勋，只求与公主说几句话。说吧。听闻公主一直为小君侯寻觅良师，汝阴有一位文武皆精的能士，名叫桑衣。这桑衣以仁德闻名，当年皇帝刚出世的时候，你们父皇就想召他来当太傅。儿臣也听母后提过，但这人不求功名，宁愿隐退田园，修身养性。哪怕王亲贵胄去求他，他都不肯出山相教。臣已说服这位贤士，到平阳县做小君侯的老师，此来公主就可安心，务须再为小君侯忧心，而奔走于长安、平阳两地，心疲力竭。这可真是厚礼啊！从来侯王上贡之物都没有你这里珍贵厚重啊！皇太后，夏侯颇斗胆问一问，如果以此作为聘礼，未知是否不够诚意？臣仰慕公主多时，愿一生相互相随。求皇太后恩准，求陛下成全，为臣赐婚。汝阴侯既心系朝廷，又肯为公主分忧，此事朕并无异议。可朕虽为一国之君，姐姐的姻缘还是要姐姐自己定夺。不知公主心意如何？请陛下成全。准奏。姐姐，何事找我？弟弟坐吧。姐姐叫你过来，一起尝尝易叔叔做的烤肉。明天易叔叔就会驾着宰善之鱼南下，
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回长安。我还记得当年我被诬陷杀人，囚于掖庭，公主好像就是想以易叔叔这烤肉讨皇太后欢心，为我解困吧。公主为维护我们姐弟，多次无辜受牵连，也在所不辞。今日公主就要离开长安，远嫁汝阴了。嫁得这么好，我们该替她开心啊。公主出嫁，弟弟心有不舍，是吗？不，怎么会？我是衷心的为她找到好归宿而高兴。汝阴侯出身世家，丰衣富饶，饱学识广，与公主可堪匹配。皇太后过去的思虑果然恰当。皇太后，她有问过你与公主的事情？那时盛传我与公主的谣言。皇太后曾召我入宫，陈以厉害。如今看来一切都值得，不然公主肯定会被人诬陷扶持亲党，把持外朝内宫，意图叵测。姐姐你这皇后也会受人非议。难为弟弟了。只是弟弟真能放下吗？当日确实放不下，但如今都释然了。不过公主性情刚烈，若知道真相的话，恐怕会对皇太后心生怨怼。弟弟放心，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，姐姐断不说半句。君后当年将公主和小君后托付于我，现在不但公主幸福，小君后也觅得良师。如今我也能够安心了。弟弟心中只有他人的托付，你自己呢？姐姐最想知道的是，你现在也幸福吗？姐姐放心，我和嘉儿过得很好。那就好。我只盼公主也能和我们一样，与夫君互相扶持，甘苦与共，喜乐同场。那下贱马奴也想斗过我，看如今是谁取得美人归了。那小人也功成身退了。若有人知当日是我要你造谣，说那马奴与公主配成一对，意在窃国。小的怎敢说出去？若你多话，闹出大事，之前的赏赐本侯定会收回，再行严惩。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。去吧。是。